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系列节目。我们都听说过庄周梦蝶的故事，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了这么一种非常有趣的设定啊。假定有一天晚上你睡着了，你做了一场非常奇幻的梦，你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你扑腾着翅膀飞呀飞呀，飞得非常快活，悠然自得，你竟然都忘记了自己原来是一个人。然后你突然醒了，你猛然发现自己原来有手有脚，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人。这时候你坐到了床边，不禁陷入了沉思。你不确定自己是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了呢，还是蝴蝶做了一场梦，在梦中变成了你呢？这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真实和梦幻之间似乎有一种难以区分的模糊性。不过这个充满了诗意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惊悚版本。好，时间回到你做梦的那一晚，你依然是躺在自家床上睡着了，依然在梦中变成了一只蝴蝶，只不过在你睡着的这一档口，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悄悄潜入了你家，把你的大脑从身体里取了出来，放置在了一个盛满营养液的缸中，并且他将你的大脑的神经末梢同一台超级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超级计算机能够为你的大脑模拟出非常逼真的体验，让你醒来以后依然以为自己活在真实的世界中。当然在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全都是 NPC 了，而实际上你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从这台超级计算机向你的大脑神经末梢传递的一系列电子脉冲的结果。好，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你怎么确认现在正端着手机收看这期视频节目的自己不是一个缸中之脑呢？缸中之脑这个思想实验呢，提出了一种极端怀疑论，或者叫做普遍怀疑论的主张。这种极端怀疑论的主张会认为，你所感到的这个世界很可能只是幻觉。大家都看过电影《黑客帝国》，那里面也是类似的场景。你怎么确定自己现在不是活在矩阵世界中呢？你说我有办法就是我自己掐我自己一下，如果我能感受到疼痛那就说明我现在活在真实的世界里边。但是在缸中之脑的世界里面这一招可不管用因为那台超级计算机可以为你模拟出非常逼真的痛感，你是无法通过自己能感受到痛感来证明自己不是缸中之脑的。别以为缸中之脑的想法只是怀疑论者的无病呻吟或者杞人忧天他们会认为他们提出的这种怀疑在逻辑上是可靠的，并且你很难反驳怀疑论者会拍着胸脯说，缸中之脑的设想是一个超级难题，哪怕你再聪明，你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缸中之脑。问题就在于极端的怀疑论怎么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缸中之脑吗？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就偏不信怀疑论的这个邪，他们就提供了一些方案来破解怀疑论者设的这个局那么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就来介绍4位哲学家提供的破解方案，你们来品一品这些方案能不能成功。这4位哲学家分别是笛卡尔、普特南、摩尔以及维特根斯坦。好，我们先来介绍第一种破解方案，笛卡尔的破解方案。说起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呢，大家可能知道他有句名言叫做我思故我在。其实这句话就是笛卡尔用来破解怀疑论的。笛卡尔哲学的初衷可以说就是为了找寻知识的确定性的。那么怎么找寻这种确定性呢？笛卡尔就要找到那个最不可怀疑的、最稳固的知识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怎么找到呢？笛卡尔的方案就是他自己首先就要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就是甭你们来怀疑了，我自己把能怀疑的都给怀疑掉，然后再看看经历过这种普遍怀疑之后，那个剩下的最不可怀疑的东西，那才是真正可靠的东西。首先笛卡尔怀疑掉了感性经验，因为我们可能是在做梦不仅如此呢，笛卡尔还把像物理学天文学医学这种科学知识也给怀疑掉了，因为在笛卡尔看来，这些科学知识的对象也就是外部世界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呢，笛卡尔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邪恶的精灵的说法，也就是说呢，我很可能是被一个邪恶的精灵给控制住了。这个邪恶的精灵呢，竭尽全力的想要欺骗我，什么外部世界的天空大地颜色形状都只是他为了欺骗我而设计出来的幻觉，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我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血肉、没有感官，只是虚假的相信我有这些东西。你看，这不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缸中之脑中的场景吗？其实缸中之脑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就是来自于笛卡尔的这个邪恶的精灵，只不过后世的人呢，还给这个故事加上了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之类的现代描述。那么当笛卡尔经历了如此彻底的怀疑以后，他发现，注意下面关键来了，他发现当我用如此彻底的怀疑一切的时候唯一不可怀疑的就是这个怀疑本身。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怀疑我在怀疑的话，就说明我还是在怀疑，因此怀疑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
那么怀疑就是思考，我怀疑就是我在思考，就是我思。我可以没有身体，但是我不可能没有思维。所以呢，我在思考，因此我就必然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啊，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么推出来的啊。笛卡尔经过普遍怀疑以后，发现了这么一个思考者的心灵是不可怀疑的，是真正可靠的东西。这就是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第一原理。但是呢，有了我思故我在这个形而上学第一原理以后啊，问题并没有被完全的解决，因为这个思考者的我呢，它除了思考和怀疑之外，并不能推出外部世界存在。因此呢，这个思考者的心灵实体啊，很可能还是一个思考者的缸中之脑。那么笛卡尔说呢，别着急，我还没有论证完。确实，这个思考者的我呢，除了思考和怀疑之外，什么都没有。因此呢，这个我呢，它是不完满的。问题来了，关键就在于这个我凭什么能感觉到自己是不完满的呢？那肯定是有一个完满的概念作为对照，对不对？而我之所以能够感知到有完满的概念，那肯定不是我自己空想出来的，对吧？结果不能大于原因，一个不完满的我是不可能凭空想象出一个完满的存在的，那肯定是一个完满的存在者把这个观念置入到我心中的。那么这个完满的存在者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存在，这就是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第二原理。那么有了上帝以后，事情就好办了啊。既然上帝是完满的，那么这样一个完满的存在者，他肯定就不会是个骗子，他肯定就不是那种邪恶的精灵，他肯定就不会欺骗我。因此，只要我的心灵能够清楚明白的直观感知到的观念都是上帝植入的，而这些观念肯定都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些直观的观念中呢，就包含这样一些观念，比如说我能清楚明白的感知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啊，我能清楚明白的感知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因此外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外部世界存在，这就是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第三原理。这样笛卡尔就完成了对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明，从而也就破解了缸中之脑式的怀疑论。我们再来复盘一下笛卡尔的思路啊。笛卡尔首先从我思故我在这个形而上学第一原理出发，得出了上帝存在这个第二原理，然后由于上帝的存在保障了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啊，这就是笛卡尔的总体证明思路。不知道你认不认可笛卡尔对怀疑论的这种破解方案啊？如果你听到这不是十分笃定的话，咱们可以先听一听其他哲学家的方案，然后再回过头来投票啊。好，说完笛卡尔的方案，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普特兰的方案。缸中之脑的最初版本是来自于笛卡尔，不过现代版本呢，也就是把大脑泡在一个缸里面连上计算机，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普特兰。同笛卡尔一样啊，普特兰并不是要主张一种怀疑论，而是说我呢提出一种最极端的怀疑论，然后我自己把它给反驳掉，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就可以闭嘴了。那么普特兰是怎么破解怀疑论的呢？他的论证啊，是基于他对怀疑论提出了这么一种质疑，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一个缸中之脑的话，那么我能否有意义的思考并且说出我是缸中之脑这一句话？普特兰认为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有意义的说出我是缸中之脑，这就足以说明你肯定不是缸中之脑了。是不是一下子没听懂？好，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呢，我们地球的宇航员啊，把一张树的图片给落在外星了啊，恰巧被一个外星人看见了。那当外星人看到这幅图片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浮现出来的图像啊，和我们地球人看到这幅图片心里面浮现出的图像啊，是完全相同的，对吧？都是同一张图嘛。但是这幅图像表示什么，对于我们和外星人却是不同的。我们心里的图像表示的是地球上生长着的树，因为我们说树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就是现实中的树。而外星人心里面的图像啊，则什么都不表示，因为他们星球上没有树，对不对？因此他就没法有意义的说出树这个词。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例子变换一下，我们把这个外星人啊换成一个缸中之脑。当我们说树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树，而当缸中之脑中的那个家伙说树的时候，却什么东西都不指，因为在缸中之脑的世界里边根本没有树，只有看起来像树的幻觉。好，现在我们把这个例子啊再变换一下，现在我们不说树了，我们说缸中之脑这个词。当我们说我是缸中之脑的时候，我们指的就是现实中的缸中之脑啊，就是一个盛满营养液的缸里面放着一颗连着电线的脑子。但是当那个缸中之脑中的家伙说我是缸中之脑的时候，却什么东西都不指，因为当缸中之脑中的那个家伙想要思考缸中之脑时，他思考的并不是真正的缸中之脑，而只是看起来像缸中之脑的幻觉。所以当我有意义地说出了我是缸中之脑这句话，这就足以说明实际上我并不是缸中之脑了。
所以普特兰说，缸中之脑式的怀疑论是自枪的self-refuting， 也就是有逻辑矛盾会自己打败自己。普特兰的破解策略呢，就是指出缸中之脑的逻辑矛盾，来表明缸中之脑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替普特兰翻译一下的话，其实他就是想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缸中之脑，并且如果这个超级计算机能给这个缸中之脑模拟出再逼真的体验，这个缸中之脑也无法表达正常的语言，因为语言的意义是由外部事实来决定的。那么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思想，那么这个缸中之脑就只是一坨脑子而已，这坨脑子是不可能真正反思说到底我是不是缸中之脑的。这就是普特兰对缸中之脑的破解方案。好，说完普特兰的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摩尔的方案。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大问题系列节目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更多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缸中之脑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的推送。我们用哲学家第一人称的方式复原了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英国哲学家 G.E. 摩尔为他的哲学打出过一个招牌，叫做捍卫常识。摩尔认为呢，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常识，常识告诉我们身体和外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够了而不是像怀疑论者那样想当然的去怀疑我们是缸中之脑。那摩尔为了捍卫常识呢，就提出了这么一种论证，他就说，那我伸出我的双手，这是一只手，这是另外一只手，而我们肯定知道这个双手肯定不是大脑中的产物，而这不就证明我知道有外部事物的存在吗？那既然我知道有外部事物存在，这不就说明我肯定不是缸中之脑了吗？证明完毕。大家可能会觉得摩尔的这个论证是不是太简单了？怀疑论真的这么容易破解吗？但是摩尔坚持认为这是个很好的论证。他说，一个好的论证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它的前提和结论是不一样的；第二，结论是能从前提中推出来的；第三，前提是我们确信的东西。那摩尔认为呢，他的这个论证完美的符合这3个标准。第一，我从双手存在的前提证明我不是缸中之脑的结论前提和结论不一样。第二，结论的确是从前提中推出来的，完全符合逻辑。第三，我很确定的知道双手存在，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论证。当然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摩尔这个论证太简单了，因为按照摩尔说的这个好论证的条件的第3个条件，也就是前提必须是确信的东西。你说你确信你的双手存在，但是怀疑论者恰恰就是要说你确信的双手很可能就是在缸中之脑中给模拟出来的幻觉。当然咱们话说回来摩尔的双手论证它不仅仅是一种论证，它更多是表达一种姿态。这摩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它就是常识，常识是不证自明的，就好像我肯定的知道我有一双手一样，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证明的，所以摩尔才拿我知道我有一双手来当做他论证的前提。好，介绍完摩尔的方案，下面我们来介绍维特根斯坦的方案。当然维特根斯坦的方案是接着摩尔的方案继续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怀疑论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生造出来的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摩尔就是被这个假问题给牵着鼻子走了，所以摩尔的那个论证怎么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这种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认真你就输了，这种问题不值得你去正面刚，因为一旦你去正面刚呢，你就正好落入了怀疑论者设的陷阱，因为无论你怎么论证我不是缸中之脑，这其中肯定会有 bug， 那怀疑论者呢就会抱住这些 bug 不放，然后就说这不就正好说明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吗？维特根斯坦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怀疑的，比如说明天会下雨，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被怀疑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框架性的命题是不可以并且不应当被怀疑的。什么叫框架性的命题呢？简单理解就是底层的世界观或者底层的信念的意思。就比如说我有一双手，就比如说外部世界真实存在，这些就是框架性的命题，是不可以并且不应当被怀疑的。你去怀疑这些框架性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底层的信念就是不可以被怀疑的呢？维特根斯坦就来解释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和用法了。当我们说我知道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当一个人说我知道什么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向别人提供一种别人可能不知道的新信息。就比如说我说
我知道明天会下雨。我这么用知道就是有意义的，因为别人可能不知道明天会下雨，他可能以为明天是晴天。但是呢，我们换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和你的约会对象在公园里面散步，你们走到了一棵树的跟前，然后你指着这棵树说我知道这是一棵树，那你的约会对象可能会觉得你的精神有点问题。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有些事情啊是用不上知道这个词的。就比如说摩尔说我知道我有一双手，你这么说就错了。你有一双手这事儿啊，你不用知道，这是你的基本信念，你没法不知道。一旦你没法不知道的时候，你说我知道，这就没有意义了。你一旦说我知道什么什么的时候呢，这就说明你知道的这个东西啊，它是可错的，是可证伪的，因而才是有意义的。但是你一旦说我知道我是缸中之脑，你这么说它就没法错了，它就没有意义了嘛。当然，这并不是说维特根斯坦就认为底层的世界观就是不可能错的。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不是认识的对象，他是实践的对象。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活在科学家所虚拟的世界中啊，我们不会说这个人他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而是说他精神可能失常了，他没能正确的参与实践，他没能理解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我们与框架性命题的关系啊，它并不是认识的关系，而是实践的关系。只要我们生活着，我们就会默认接受这些框架性的命题。框架性的命题是我们从事认知活动的基础，但是它本身并不属于认知活动，而你不能反过来拿框架性命题放到认知领域里面，要求他们受到认知的检验。我们是无法对我们的底层世界观进行认知上的怀疑的，因为如果你连底层世界观都怀疑的话，那么你凭什么能说你的这个怀疑主义的论调就是真的呢？对吧？如果我们放回到缸中之脑的场景中说啊，你说我现在是一个被邪恶科学家控制的缸中脑，那么你怎么能保证那个邪恶科学家不是被另外一个邪恶科学家控制的缸中脑呢？对吧？这么说的话，这个问题就无限倒推，它就没个头了。所以维特根斯坦对于普遍怀疑论的回应就是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你无需回答。有些底层的框架性命题，它并不是认识的对象，因而也就不应当在认识上被怀疑。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怀疑论的回应方案。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介绍的4位哲学家对于怀疑论的回应方案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再来简单总结一下。第二的方案是从我思故我在出发，推出上帝存在，然后由上帝存在推出外部世界存在。普特兰的方案是，如果我是缸中之脑，那么我说我是缸中之脑这句话就是错的，因此我不可能是缸中之脑。摩尔的方案是，我们只需要从常识出发，常识告诉我有2双手，而手是大脑之外的产物，因此我就能确信我不是缸中之脑。维特根斯坦的方案是，我不是缸中之脑，是我们最确定的底层世界观，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这种底层世界观。今天介绍了4位哲学家的方案，你认为他们成功的破解了怀疑论了吗？欢迎你也同这些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